你这个初几啊？大概有4.5或5吧，就是平均再高一点点。超敬业，就是全程硬到爆，极硬，很像神木。袜子跟内裤，你比较喜欢内裤？内裤会好一点点，因为袜子可能会遇到真的。袜子的危险性好像真的相对高，危险性高一点。我觉得健康的记忆都是好闻的味道，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今天的来宾是位老朋友，而且是刚过完生日的天蝎宝宝，欢迎 Tony。Hello， 大家好，我是 Tony。第一件事就要问你，为什么办生日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因为我觉得要给自己留一个纪念，对，像是生日会啊，然后有拍了一个自己写真的记录，然后记录自己的一个从以前到现在的身体的变化跟成长。那你自己生日那天也有下去表演，我想说，这位寿星会不会太累啊？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尝试比较多新鲜的东西，像我最近也有在接一些跳舞的那个狗狗的表演，真的啊？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有去舞蹈教室学跳舞。对我自己本身是舞痴，所以从慢慢学到开始会一些wave，其实花了蛮多的心思跟努力。那你在学的过程当中有很挫折吗？我超级挫折的，就是很多肢体协调性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那么快上手的。对，就觉得好像朋友学得很快，为什么学得那么慢？因为其实我有认识一些跳狗的朋友，然后他们都可以扭得非常的有质感，但是我扭的就像是那种肢体残障的人一样，就会卡，就不然人家的 wave 就很好做，为什么我们好像感觉只有2个板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挫折，但是我蛮喜欢那种有挑战性的新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本身呢也1个礼拜大概学1天至2天的时间。而且你那天是不是还有就是在听表演者舞台上的那个耳机？对，我感觉你随时都在工作哎，一直别麦听，其实蛮辛苦的，别到1点半才拿下来，就整个活动表演结束才拿下来。他说你根本没有过生日的感觉吧？你是去当天确实没有过生日的感觉，真的超累，很想喝醉。那当天就是因为紧绷的情绪，就是没有到非常醉。对。然后你还有弄一个频道叫做奶弟挖掘，里面这些男生都去哪里找的啊？我的主要类型是跟比较年轻的学生、精瘦型的，可能跟一般你们在看的比较大众主流的 GV 比较不一样。自己本身喜欢的类型是比较瘦的弟弟类型，然后我看了蛮多 GV， 他都是以前在做的时候都是做找肌肉啊，或是狼型，然后帅帅的，或是平头那种阳刚的男生去拍摄，感觉市场已经饱和了。对，比较少有人做奶弟或是搏击的这种类型的主题，所以那个时候才想说可以做看这种类型的。那我为了在频道的画面是好看的，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比较多就是素人或创作者跟我联名，所以我也去做一个做健身的动作。你健身的很勤吧？1个礼拜大概4到5天。对啊，很多。但我的时间不会很长，就是高频率的运动，因为行程比较满的关系。但是我就算再累，我还是可能11、2点，就是压在蜗居要关门之前，11点进去，然后练个1个小时再出来。而且你是不是有在管理一个按摩工作室，在当店长的职务？会不会觉得蛮辛苦的啊？真的蛮累的，因为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工作都是蛮难掌握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情绪都会蛮多的。但我们的管理方式会比较活泼开放一点点，管理方式比较像是经营一个大学的社团的感觉，因为我们圣诞节有交换礼物，然后我们平常在工作室的时候也弄得营造得很像一个就是家的感觉，有园休室。大概3到4个月会做一次，就是工作室同仁的一些就是团康活动，就是增进彼此的感情。因为一般的工作室，我之前也有做其他间店的师傅，他们比较像是去上班，然后接完单之后离开工作室整理完就离开了。但是我们在那边会比较像是家人的感觉，会互相聊天，对，比较有联系的感觉。因为我们每3个月会办一次员工的教育训练，就是老师会来教新的手法，所以我们我们的师傅是每3个月都会精进一次手法的。那怎么找到你们的工作室啊？打 SSB SPA 就可以了。SSB SPA， 对，它是2个 S 组成的一个有点像男团的 SPA 店。因为我们有分2种不同类型的师傅，第一个 S 是 Sunny Boy，Sunny Boy 就是阳光可爱，就是学生感的那种有朝气的师傅。
然后另外一个 S 是 Sexy Boy，哦，那 Sexy 就是比较有腹肌身材的，就是把师傅类型区分，大家想要点比较学生感的会点白色区块。来，学生这边请白色区块的，然后黑色是比较狼型酷酷的，人红的就比较容易被攻击。我今天刚好查，你知道你在 D 卡上有被攻击，为什么？其实我那个时候刚来台北的时候，真的是不太会聊天，不太会社交，因为我本身是花莲人，然后在花莲大家都比较直来直往，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较没有那么圆滑圆融。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在刚经营就是推特的时候，也没有走现在拍摄会有单次的合约，就是肖像权那些合约我都没有做，所以就是比较多一些拍了之后又觉得好像他又不想上的那种，我们就会有一些争执不愉快、小纠纷。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黑粉或是负评出现，但慢慢的有在改进啊，就是慢慢现在都是走合约。对啊，我觉得有法律作为一个保障的基础，对双方都是好的事情，不是只有保障你，也保障他。我们等会要来看看不安全但是不会播出的内容，就是从你新出的3人型的写真，对不对？对，这本写真这是我睽违2年又出的一版的电子写真，是跟 Blue Man 合作的。对，然后因为我之前刚来台北的时候，真的比较害羞避暑一点。我说害羞避暑是比较不敢那么多的展露自己。对，因为还没有知名度，还是自己还没有那么确定要走这一块的时候，我之前有拍写真，是拍非全件的，可能就是有露脸就没有露完整的根部私密处，对，然后有露私密处就没有露完整的脸，但这一次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因为我这本写真它是露脸全件加上3人一起合作的写真，所以精彩度跟画面都会比较冲击一些，而且还有一则影片，对不对？10几分钟的影片，对，它有影片跟那个照片，就是 ebook 跟影片都有，因为我自己本身推特也是没有露脸的，你知道吗？有，那我只能说这个药镜非常的大。我先搬一张大家可以看的照片，因为这个尺度非常合法，就是比较日系的学生风，对不对？设定为学长学弟的概念。对，我们是走比较日式，然后学长学弟的模式去，就是风格去拍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小剧情，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而且你看他的腹肌就一直都很厉害、很认真啊，胸也越来越立体感了。我觉得这几年看你身材真的变化蛮多的。虽然可能没有像一些可能比较壮硕的那种人，可能很大块这样子，但是我是会比较有精致的线条。对。好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自己欣赏不能给大家看的，在要开始做什么之前的打开的那个动作，都会让人家觉得哇很好奇。我个人很喜欢在打开之前的所有状态。弟弟就那个学弟就跪下来吃他的礼物了。我觉得这个不同角度看起来，那个感受会不一样会有一种霸占的感觉，就是很像主导学弟在做什么事情的感觉。而且这个看起来太粗了就是感觉学弟嘴巴要坏掉了。他的真的是塞得满满，他嘴巴原本就偏小，对，但我的尺寸没有到特别长，但是是比较粗的类型。你这个粗几啊？大概有4.5或5吧，就是平均再高一点点。那难怪把人家塞得满满的。我说学弟的尺寸其实也蛮大。有，我这次找的都蛮大的。那个学弟很瘦小，他真的是薄肌。但是他的那一根放出来，就是觉得很像神木型的巨根，在身上我觉得不成比例就是很夸张的大，然后又很翘这样子。他是几公分？17？大概17以上，17、18吧，超惊艳，是全程硬到爆。你说他？对，就极硬，很像神木型的巨根。他几岁啊？大概是22上下左右。另外一个好像才19，他是就是运动员。我只能说，这个学弟叫黑糖糕，是不是？黑糖糕，他也有推特频道。对，黑糖糕是真的，我觉得很漂亮的形状。就这个看起来很棒。他的头也不是太大的，所以是一个很有弧度的、很漂亮的一个造型的一个食物。我们看得到，你看不到。你要看的话，要买，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往后，我快速的翻就会看到另外一位学弟，他就是比较平行的状态。刚黑糖糕是上翘的，这个会叫什么 ？Brian， 对 ，Brian 是走那个平行于地面出拳的这个方式。他的讨论度蛮高的，因为他是真的纯素人。
我只能说这本不买真的太可惜耶。而且我记得有画面是你一次吃了2个食物，真的塞不下。那个怎么可能塞得下？是真的是蛮满足的，因为他们2个都算不一般的尺寸。我们看到2根的这个是怎么样的幸福才会有这个画面呢？因为很多人都会常常看我的频道介绍写真，就说这个是不是全件的？这本是哦，这本是全件的，超全件，而且连脸都见了。因为你刚刚说不露脸嘛，现在是露脸吃给你看。我是第一次露脸啊。对，那你有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吗？其实我拍的时候超紧张的，因为我其实做了很多建设，因为其实在中间接洽的时候，我自己本身就是还是有点挣扎，所以我们联络了大概，他们业务跟我联络大概3、4次、4、5次，我才答应，就是中间会有一些挣扎。对于我从以前到现在，基本上都拍身材，如果我拍一些比较互动的作品，也都是没有脸的。而且这个是最后有发射出来的状态，对不对？哦，对，都还蛮多的。多，你知道因为我看那个影片版多到我以为这是真的吗？怎么从嘴巴里面吐出来这么多东西？是真的蛮精力旺盛的。大家，我只能说这本非常好看，然后不看非常的可惜。因为全件，然后又是3个人，然后尺寸、形状什么都超漂亮的，很推。那这个要去哪里买？我们在唯一的销售平台就是瀑布。然后在我的 IG、推特跟瀑布的连结都可以直接购买到。那个写真叫什么名字 ？Blue Man 的这边有一个那个，还有带库卡来。对，这是我的库卡。对，它叫做学长学弟的逆袭。哦，对，今天有准备3份的库卡可以送给。要送观众的吗？传播地的观众朋友。好，各位亲爱的观众，又到了你们加入付费会员的时间了，给我们支持的之余呢，还有机会抽到这个很棒的库卡。接下来既然是宣传写真，是不是应该要露个身材，让大家看看你健身的结果？好啊，好啊。好，那直接脱吗？里面是束裤，可露的那种，反正盘腿坐我觉得还好。那直接脱吗？好，直接脱。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天非常的完整性有，因为我看过很多次本体了。你看又是白色的紧身的衣服，还有这个束裤，还有白袜。你愿意让大家看一下脚底吗？可以啊，可以啊。你抬给前面看这样子。哇，来刚刚截图。好，可以盘腿坐一下，我们来进行下一个单元。我们要做那个快问快答2选1，然后2个选项听完你要立刻选一个。闻别人穿过的袜子还是闻别人穿过的内裤？内裤好了。用前面弄坏奶蒂还是用后面夹坏奶蒂？都蛮喜欢的。只能选一个。前面好了。用前面。接吻狂魔还是抱抱上瘾？接吻。接吻。喜欢上翘还是下弯？上翘。好的，主题来讨论。袜子跟内裤，你比较喜欢内裤？其实2个都喜欢但是如果内裤会好一点点。为什么？因为袜子可能会遇到真的比较臭的味道，重一点味道的人。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蛮……我懂，袜子的危险性好像真的相对高，危险性高一点。内裤好像还好，除非我觉得健康的鸡鸡都是好闻的味道。我忽然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就是他可能脚底是出汗出太多，他用包在鞋子里面。那个如果是适度的味道的时候，觉得很赞，还 OK。那但是他如果就是一个不常换洗鞋子的人那个味道就会真的是太妖兽。我其实鼻子蛮敏感的，所以我宁愿选内裤好一点。我懂，可是搞不好有人很喜欢那种重口味的袜子。真的也有是重口味的，也有拍过类似的，但是我自己本身没有那么爱啦。对，我也是没有很爱，就是淡淡的脚气，脚的味道 OK，好像太不行了，太臭的我就安对，然后内裤就是好像比较安全，安全牌，是个安全的选项。那你有闻过自己的袜子或内裤吗？其实我没有什么脚味，真的没有什么味道，因为我自己本身会去定期去脚皮，大概1个月1次，1、2个月1次，所以我脚算还蛮干净的。然后袜子我其实穿2天3天都不会有味道，第4天可能就会有一点点，但是2、3天都不太会有。我其实蛮少听到男生在保养脚皮，但我觉得这很重要
其实脚的市场蛮大的。真的吗？还是你要拖一只脚让我们观众看看？好啊，可以啊。对，我们观众真的很变态啊！你是漂亮的脚就是有稍微修过指甲的。有，而且脚趾头很细啊，然后脚底也没有剪。好，我们对，给画面看一下，香喷喷的脚掌，这个是在脚本以外的东西哦，你们今天撞到了，而且这个角度看那一包也太大包了吧 ？Sorry， 我自己的问题啦。好，好，第二个，用前面弄坏还是用后面夹坏？你是用前面，但你都喜欢。其实我在还没有拍作品之前，对我自己本身是偏纯一的。对，然后我想说，我拍作品，那我的频道想要再多元一点的画面，所以我才开始慢慢变部分变零都可以接受。那对，会不会觉得在开启之前是蛮紧张的？其实第一次蛮痛的，对吧？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因为跟的合作对象也都是比较年轻的，就是大概18至22岁，经验比较不多。对，所以他们都很有些都蛮暴力，直接捅进去。所以刚开始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放松，就很容易受伤。对，那现在好像还好，对，就比较熟悉一点点。但刚开始真的蛮痛苦，就在接触这个区块的时候。好，然后接吻狂魔跟抱抱上，你选的是接吻狂魔。我自己是天蝎座，比较闷骚，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喜欢关灯1对1，我不喜欢多人。所以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我会选择亲亲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找回以前那种恋爱方式的做法。所以我的频道我在做的时候，我也是尽量去享受那个做的氛围跟恋爱感，所以我会选择亲亲的互动，可以就接吻的时候比较能够传递一点点恋爱的 feel， 对不对？对，就是会有那种恋爱的感觉。对，舌头都交缠，还是比较带有情感一点点这样子。对啊，不然你拍片就是这么露骨，这么灯那么亮，那么公开要展示各种灯也是差不多2集，对不对？然后你声音什么都，你那个情绪都要做很满。但其实你私底下的时候，我懂那种关灯，只是慢慢的在感受对方，那是完全2个不一样的事情。我私底下偏爱1对1，确实。然后下一个是上翘跟下弯，你喜欢上翘？我自己本身是喜欢上翘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蛮喜欢看那画儿的那个形状的，对，我喜欢好看的形状，所以我自己本身在挑演员或是在挑合作对象的时候，其实我比较特殊我不会看脸，对，形状漂亮就行。我应该是有三个嘛，可能大家会看脸、身材跟那个地方，对，然后我自己本身是那个地方是排第1，然后再来是身材，然后再来是脸是排最后的。脸、身材、食物是食物第1，然后身材再来才是脸。对，没错，脸是第3，因为有些人拍也不太能露脸，但是那画儿是一定露得出来的，所以我会以那画儿去那个地方去做挑选的食物第一依据。对，食物最重要。你也喜欢上翘是吗？视觉上很好看，我觉得很有精神，朝气蓬勃的感觉。我也是这么觉得。然后我喜欢就是头稍微小一点点，然后下面比较粗的那种渐进式的感觉。我自己偏喜欢那种，就是头跟身体差不多，但是青筋很明显的那种感觉。哇，就感觉他很生气，很有生气，也很生气的感觉。有生气又很生气。对，这种也不好找你有看过很多很青筋的吗？我没有什么印象。看成人频道有看到什么很多青筋的？我这边蛮多的，就是跟我合作的嘛。因为我自己本身，我经营方式非常的变态，经营推特方式真的蛮变态。就是我是日更，然后你好疯哦，讯息是日清，所以我的讯息可能一天，可能那个时候快20万的粉丝的时候，我的讯息平均都是60到100。那你每天都会回光？我是日清，而且我不是说按赞，然后按爱心，然后按个点。你是回文字的那种？我是回文字。我没有请助理或什么，都是亲自回全部的文字，所以我会遇到的能拍的人会比较多，因为有些可能5万以上的留言就很多，就不太会看那个讯息。但是我是日勤，然后我日更曝光率又会比较高一些的情况下，我就能够找到比较多的合作对象，然后加上我自己有健身，大家都会比较看视觉的情况下，我找的没有那么困难。对，相较来说，就是一个勤劳的人，他就会有他的获得，懂吗？真的蛮累的。
对啊，我是逼自己，我今天没上片，我都是2点3点前要上片，因为大家都会在吃饱饭嘛，7点到1点之间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逼自己就是1点前一定要上片。那最后一题，我这题要献给我们的付费会员，所以非频道会员你们看不到答案。你对什么行为就是不行，这个哦太立刻的刺激了。哎，刚刚这段那个没有付钱的都看不到，是不是很好奇？好奇的话，加入我们的付费会员，60块而已，60块超少钱的。好，今天非常谢谢 Tony 来玩，然后再讲一次你的写真集在哪里买？我的写真在瀑布，它是跟 Blue Man 合作的，在瀑布里面，在 IG 我的 IG 跟我的推特的主页的定选，然后瀑布它会有连结，都可以购买得到。它的名称叫做学长学弟的竞技逆袭。再麻烦大家支持一下，而且里面的照片非常的多，不是很少的那种，随便一滑就没，要滑很久。然后还有一部10几分钟的影片可以看。我今天帮大家都试阅完毕的，我只能说太精彩了，不买不行。传播梯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他们都是很强劲的水柱直接灌入的感觉，它的就是那种超多超浓，会把人噎死的那种。没有，我是说量很多，量蛮多，但是我觉得它味道是 OK 的。我是没有吞进去啊，因为真的太多了，有点可怕。有，我第一次其实也蛮